元8世纪，维京人航行穿过浓雾笼罩的海洋，他们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出发，向远方进发。他们有的掠夺并定居于英国和法国，有的进行南极探险，还有的开辟了新的中东贸易路线。凭借出色的航行技巧、先进的狭长快速战船和骇人的战术，300年来，维京人延续着他们的航海事业。尽管他们很强大，但未留下自身痕迹，人们只能从残留的石头、树皮和碎骨中窥视其文化。很多物品是在墓穴、沼泽和古村落遗址中发现的，上面刻着用如尼文字写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。此外，维京人也会在日常用品如珠宝、武器甚至鞋子上刻类似文字。破译这些信息并非易事。如尼字母由短线、直线或斜线组成，这种字母表称为 Filthorc， 所有阶层都用该语言读写，但方言很多。如尼文字并没有标准拼写，人们根据自己地区口音的发音方式来拼写。一些碑文甚至体现了维京人所接触到的其他各地文化的影响，比如如尼碑文“爱战胜一切”来自诗人维吉尔的拉丁语句。以神秘的 Rock 符文石为例，许多刻字反映了古斯堪的纳维亚诗歌文化，即使现代如尼文学家能分辨如尼字母，辨明其中信息却仍困难。尽管不少文字的意义未知，那些用来纪念逝去之人、记录当地历史事件及包含魔法咒符的雕刻文字都已经被破译了。Rumsa 的符文刻在瑞典一座桥边凸岩上，该桥为人们通过沼泽所建。当地声名显赫的 Siklew 的女士委托修筑了它。她让人在石上刻上她和家族名字，以彰显其影响力。她甚至通过让人刻画屠龙者 Sigurd 的故事，将自己和家族与神话英雄联系起来。在丹麦耶林小镇，伫立着2块10世纪时期的巨石，以纪念某皇室的数代人。第一块是老格姆国王为纪念他的王后斯德威尔利，第2块是他们的儿子哈尔德布鲁图斯为纪念去世的父亲而立。2块石头展现了维京时代王朝统治力，也是丹麦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。石头上记载了哈尔德控制南挪威以及他皈依基督教等事件，表明丹麦是维京时代最早建立的重要王国。如今，哈尔德的首字母成了蓝牙的图标。10世纪的战争诗人埃吉尔是著名的如尼文雕刻家。据诗歌记载，他曾将如尼文字刻在盛满毒药的动物脚上，使这只脚碎了。另一则记载是，埃吉尔通过在筋骨上刻有治愈效果的如尼文字，并放在一个年轻女孩枕头下而救了她的命。古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讲述了如尼文符咒如何使大海平静、孩子平安出生和战争获胜。不过人们未能彻底理解咒符确切的内涵，因为刻在剑、斧、矛上的文字至今无法破译。在如林霍姆护身符的物品上还刻着可能是符咒、谜语或宗教信息的文字。尽管很难明确维京时代具体终结时间，但11世纪时，维京人的海上扩张已基本结束。然而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，人们还继续说各种版本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。到19世纪，乡间仍使用着如尼文字。如今，许多符文石还竖立在原始的地点。1000年来，丹麦 Glavendup 石碑上的文字一直告诫世人，破坏该石或者是因纪念他人搬动该石的人，定是巫师。观看这些视频，不断拓宽你的思路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。